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我们今天继续开发这个辅助交易的工具。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啊，内容是一个西装革履的讲师站在一个大厅，在培训很多的交易者。培训的内容是让这些交易者在一个应该是个打字软件上训练打字，训练敲键盘的速度。说实话，真的有人认为加快自己敲键盘的速度之后，你的账户净值也会得到提升吗？先不说盈利与你敲键盘的速度有没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就是说这个下单速度和平仓速度来说，手速再快能快过电脑吗？我看着这位西装革履的讲师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围绕着敲键盘的速度说了一大堆，我个人不理解，但是大受震撼。深港交易类的科普性工作还是不够深入人心。好，那我们就继续开发上节课没有开发完的内容。上节课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工具的界面的部分给完成了，但是相应的事件这些功能我们还没有进行添加。我们今天来继续把它完善一下。我们先把这两个 label， 也就是 ask 价和 bid 价做相应的这个展示的效果。我们这里把相应的这个价格的更新放在 onTake 方法中，因为 onTake 的方法，它是每一个新的报价产生的时候，它会执行一次这里面的方法。我们会在这里面针对这个 label bid 和 label ask， 也就是对应的我们这两个UI 元素，修改它们的 text， 也就是它们所显示的这个文本信息，修改成为这个 symbol 的 bid 价格和 ask 价格，并且对价格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小数位数上的一个统一。最后再使用 double to string 方法，把这个double 类型的价格数值把它转换成为 string 类型的这个变量放在这个 text 中。我们这里编一下代码，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看这里这里的话价格就产生了这个相应的变化了。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时间写一下。这个 onChart even 的方法，它是我们这个MQL5 的一个内置的一个方法。它的主要作用是处理图表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类型可以根据这个参数这个 ID 这个参数来进行确定，而其他的参数则会包含这个事件的一些其他的一个具体信息。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调用 panel 对象的 chart event 这个方法，然后把这里所有的参数原封不动的也同样传到这个 chart event 的方法里面。这个目的就是把相应的事件交给 panel， 然后 panel 这个面板的话就会自动处理一些它相应的这个事件，比如针对于面板的拖拽事件面板的这个移动事件、最小化、最大化还有关闭事件等等。我们这里还是编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然后加上这行代码之后，我们这个面板就可以进行这个灵活的拖动，还有这个最小化最大化还有这个它的话就直接就是卸载这个 EA 了。来加回来。再接下来就是处理我们的买入和卖出相对应的这个事件。我们通过这个 ID 来进行判断，如果它等于这里的这个 chart event object create a click 的话，就代表了它产生了这个鼠标的点击事件。然后我们根据点击的对象名称，也就是这里的 aspirum 来决定执行哪些操作。如果它点击的对象名称等于我们这里的 buy button name 的话，就代表的它点击了买入按钮，
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首先是把 buy order 这个全局变量设置为 true， 然后把这个 sell order 设置为 false， 并调用这个 orderSend 的函数来发出这个买入订单的一个命令。这里的 buy order 和 sell order 这两个全局变量我们后面会用到啊，所以在这里要对它们的状态进行一个更新。反之，如果点击了这个 sell button， 也就是我们的卖出按钮的话，就会将 buy order 设定为 false， sell order 设定为这个 true， 然后还是调用这个 orderSend 的函数来发出这个卖出订单的命令。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orderSend 的函数把它具体实现写一下。然后这个函数里面的内容的话，如果你是使用的 MT5 啊，你就直接按照我这个写法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打算在 MT4 上使用的话，那么你就要把 orderSend 这里面的下单逻辑啊修改成为 MQL4 支持的代码才可以。这就是我们下单的逻辑，它会根据我们传入的这个订单类型来做出不一样的操作。首先，它会获取当前的买价，也就是 ask 价和卖价bid 价，然后再获取止损点数和止盈点数。我们这里使用这个 object getString 来通过界面上的这个 UI 元素的名称来获取它们的这个text 的内容，也就是这里的这两个文本内容，包括这里的这个账户止损百分比也同样的要获取到止损止盈点数之后，然后我们再针对于用户针对于这个方法传入的参数进行一个判断。如果用户传入的这个订单类型是这个 order type buy 的话，那么就确定它是要执行买入的操作。我们就将买入价，也就是这里的 ET 设置为当前的这个 ask 价。止损价的话就是以我们这个买入价减去上面的止损点数。止盈价的话就是同样的就是买入价加上我们的止盈点数，然后再调用这个 trade 点 buy 发送买入的订单。如果交易执行不成功的话，也就是结果不等于这个 trade rate code down 的话，我们就给它打印出一个异常的信息提示一下用户。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trade by 这里面的函数这后面的应该不用再解释了吧你要交易的 symbol 品种，然后进场价、止损价、目标价，然后该笔交易的一个注释。主要是这一块，这个传入手数的地方，我们是直接传入了一个函数，然后它会返回我们具体的根据这个进场和止损价位而得出的一个具体这笔订单的一个做单的手数这个待会儿我们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空单的话，也是同样的逻辑如果用户下单的是这个 order type sell 的话，我们就执行这个卖出的操作，然后把这个 bid 价格设置为这个 ET， 止损价和目标价分别一计算，然后调用这个 trade 点 sell 方法进行一个卖出指令的一个发送。最后的话再判断一下它的返回状态。如果用户传入的这个参数不是 order type buy 也不是 order type sell 的话，那么我们就给它走到最后这个 else 里面了，也就是除去这两种情况之外的情况，那么就是弹一个框告诉用户你的订单方向的指令发生了错误。好，那我们再把这个计算手数的方法再
实现一下。这是我们计算交易订单手数的逻辑，它接收两个参数啊，一个是进场价格，一个是止损价格。我们使用这个 object getString 来从我们界面的这个 UI 元素获取我们具体的止损百分比，也就是这个输入框里面的内容。获取到了之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用户输入的这个止损百分比为0，那么就要给他发出一个警告啊，并且直接把这个 return 0啊返回手数为0，不然的话，你让它走到下面的话，可能会发生这个除数为0的异常。如果用户正确输入了止损百分比之后，我们再计算一下，通过它这个百分比和我们这个 account balance 啊账户余额计算一下这笔订单允许的最大止损金额是多少，然后计算进场价格和止损价格之间的一个止损距离，并且进行这个统一化的处理，确保它这个精度啊正确。再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double 来获取到当前这个交易品种的点值是多少。之后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计算手数的部分，就是使用风控除以止损除以点值，就得到我们最终的这个 loss。再接下来这2行代码就是针对于我们计算出来的手数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处理，最后把它 return 出去。到此为止，我们应该是可以进行下单的逻辑了啊。如果代码没有写错的话，因为这个图表是比特币的啊，所以我们最好把这个止损止盈的点位加大一点，不然的话计算出来的loss 可能会出问题。包括这里的账户止损百分比啊，因为比特币它在 MT5 上限定的应该在我这个平台啊，应该是限定的是最大10手啊，我看一下啊，所以最大10手，所以你计算出来的这个数值最好不要太大。当然，你们可以把这个手数啊进行一个批量化的处理，就是分批下单，这样的话即便你是超过了它的最大手数的话，也是可以下进去的。我这里的话就暂时先不做了。大家可以看，应该是可以正常的下单了，但是我们底下的这些按钮啊还是没有相应的功能。我们接着把下面的部分再实现一下。这个 close out 方法，它对应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平仓所有交易啊这个按钮所要响应的事件。我这里有2块代码，首先是删除掉所有的挂单的内容。虽然我们这个界面上的设计啊是没有涉及到挂单相关的啊，它下的都是这个市价单啊，但是我们后面可能会加上这个相应的挂单下单的一些功能啊。所以我们这里先把这个平仓的代码补充上，然后下面这里就是针对于我们当前持仓的一个平仓操作。首先是获取到我们的持仓的 ticket，
然后使用这个 position select by ticket 选中当前这笔持仓。再接下来就是获取到当前这笔持仓的 magic， 把它与我们用户传入的，也就是当前这个 EA 它的魔术号进行一个对比如果不属于当前 EA 所管辖的这些订单的话，我们直接就是 continue 出去。如果走下来的话，就是执行这个trade position close 方法平仓的方法。如果大家不想要相应的这种magic number 的限定的话，你就是想点击这个平仓所有交易之后，它不管是什么交易，哪怕你是手动交易的，或者说是其他页下的交易的话，你都想把它平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这行代码这2行代码你都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的平仓所有的所要响应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只是把这个方法写了没有把它与这个平仓所有交易这个按钮绑定。这个绑定的工作我们后面再做我们先把这后面这1、2、3、4、5这5个按钮所对应的方法一次性先把它全部写完。因为它们大概的逻辑其实都是非常的类似的，只不过在当前这个平仓的基础上加了一些限定的条件所以我这里就一次性把它写完节省一下时间。Close out symbol 方法，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第2个按钮，也就是平仓当前品种交易这个功能。然后它与这个 close out 方法其实大体逻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给它加了一个限定的条件，就是判断一下这个 symbol 是不是当前的这个交易品种如果不是的话，直接给它 continue， 也就是做了一个品种上的过滤针对于当前的持仓也是同样的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这里的浮亏和浮盈。针对于浮亏和浮盈的处理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应的这种order， 也就是挂单相关的操作只有这个当前持仓的操作。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在这些 symbol 和 magic number 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一下这个profit 的判断也就是当前这笔持仓的一个盈亏情况判断。针对于平掉所有的这个亏损交易的话，我们就是判断一下，如果当前的 profit 是大于等于0的那么我们直接就给它 continue 过滤出去。针对于所有盈利订单的这个平仓的话，逻辑也是类似的，就是判断一下，如果当前的浮盈浮亏小于等于0的话，我们就给它进行一个continue 的操作。
那么这两个方法呢，就是针对于平仓当前品种空单和平仓当前品种多单的一个响应。代码层面其实跟前面讲的这几个方法都是一样的，不过它添加了一下针对这个position type 还有 order type 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方向性的一个判断啊，其余的代码逻辑都是非常类似的啊，没什么太多好说的。那么写完这些方法之后啊，即便我们这里编译啊，把它编译一下，没有报错啊。即便我们编译之后啊，方法也都有了，但是我们点击这些按钮啊，大家可以看到相应的功能还是没有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做事件与这个按钮相绑定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工作做一下。再看这里的逻辑，其实跟我们的买入和卖出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按钮嘛，都是放在这个 click 点击事件里面的，然后对这个 param 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它是相应代表的这个名称的话，我们就执行相应的这个方法啊，调用相应的这些方法，并且我这里给它打印了一个提示信息。代码层面不复杂，只要你把相应的这个代码写好之后，写起来还是非常的快的啊。这里编一下，看一下效果出来没有啊？好，当前我们这是有一笔持仓，我们点击一下啊，平仓了。然后我们再多举一些例子啊，来多下一些订单，做多做空，做多做空，多下一些。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这个平仓所有交易啊，这就把所有的订单都平掉了。然后我们再下一些，然后点击平仓当前品种交易，我们点击一下，它就把当前这个品种的交易都平掉了。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平掉当前品种的一个空单，那么它就会把这4条记录给平仓。没问题，然后把这3条再平仓，没问题。浮盈浮亏我们得等一下了啊。好，我们这里就不等了，等不出来，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全部都是亏损的订单啊，目前来看。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当前平掉当前品种浮亏的订单，它就会把所有亏损的订单都平掉。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平掉所有浮盈的订单，它会把所有目前产生利润的这些订单啊，全部进行一个平仓的操作。好，这就是这个小工具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功能的全部的代码实现了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相应的代码都自己敲一遍啊。还有一点就是要说的，就是我们在第1章说的，就是面板的颜色如何进行修改啊。如果你是使用 MT5 自带的这个panel 这个 dialog 库的话，它是满足不了这个功能的，你必须对于官方的这个源码进行一个相应的修改啊。但是因为官方的这个源码它都是使用的这个面向对象啊 OOP 相关的这个知识点啊，这个我们在公开的内容中就不说啊，不过多的解释了啊，所以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为了实现这个改变面板颜色，我们需要更改哪些地方，大家可以自己把视频暂停着看一下我更改了哪些地方，但是具体的逻辑啊我就不会再解释了，因为这个解释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好，没改多少地方，因为我们只想改一下面板的颜色嘛，而并不是功能性上做太多的修改，所以就只改了这么多啊。感兴趣的，如果你有更多
想要实现的这个自定义的功能的话，你可以针对于官方的这个 Dialog MQH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啊，更加定制化的实现一些这个操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